大家好，我是佳佳。我们频道有一位忠实的朋友严想，他是一位视障者。之前他投稿了关于他在金门的故事，金门饭店惊魂记。而那篇故事呢，造成蛮大的回响，让我收获了非常多的订阅。而今天要说的故事也来自于他的投稿跟分享，是关于他求学时期所待的那所学校的故事。那么故事开始咯。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的父母说，我在出生的时候非常的不顺利，大约在我出生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第3天左右，就开始面临了住院的命运。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我的双眼有问题。不过大约在我2岁到10岁之前我的眼睛还算是弱视，可以看得见周遭的人事物，也能分辨一些简单的颜色，还有办法看得到光线，只是有点模糊不清。所以小时候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单从外表就能够看出我的眼睛跟人家完全不同。所以小的时候读幼稚园都会被学校的同学欺负。由于我从小就双眼视障，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在7岁的时候我就离乡背井，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独自从桃园到台北某一所特殊盲校就读，因此学校的名称呢我就不方便提了。我7岁去读国小1年级，我们平常就是住校，除了周6或周日，还有寒暑假才会回到家里呢，跟爸爸妈妈同住，平常的时间都是在学校生活。记得当时我年纪7岁，就是一个小屁孩，懵懵懂懂的年纪。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内向，也比较孤僻，所以从来不会跟学校的同学或者是国中、高中职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刚刚我说呢，它是一间特殊的盲校，所以我们从小学1年级开始到小学毕业，毕业之后直接就是直升本校的国中部。当国中毕业之后，参加一般的高中高职联考，但是读的还是我们学校，也就是说我们学校从小学1年级到高中3年级，整整12年的时间都在这边求学。小时候的我就因为体弱多病的关系，在学校常常碰到一些离奇古怪的灵异经验。记得在某一个礼拜6的晚上，那个时候家人有事，所以没有办法带我回家。爸爸妈妈就对我说，这个礼拜6不带你回家，你要待在宿舍，尽量跟大哥哥大姐姐在一起，不要乱跑。将近到了晚上8点多左右，一位大哥哥跟我非常的要好，他看我的个性呢比较孤僻内向，所以都会主动找我聊天，并且跟我讲了学校从以前到现在发生的许许多多灵异事件。接下来要说的故事就是这位大哥哥学长跟我说的故事。大约在民国64年，学校建设完毕之后，直到现在，每个学期的开学过后，都会有同学莫名其妙的生病，然后在宿舍或者是在教室外面往生。除了这个之外，还会发生有同学外出的时候，又或者是从家里回来到学校的途中，都会莫名其妙的发生意外死亡。也就是说，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学生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往生。相传这个学校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地下室的柔道室、4楼的音乐厅以及练琴室，
这几个地方很容易聚阴。除了这些地方之外，还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晚上就寝睡觉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都能听到寝室外面的阳台有人在来回踱步的声音。因为是住学校宿舍的关系，所以就寝的时间正常来说，我们学生就是准备上床睡觉，不可能还会在阳台后面徘徊。因为这些来回踱步的声音常常出现，所以一些视力比较好一点点的同学就会从房间的窗户查看，但是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人，不过却会在那边看到一道白色的影子在阳台墙壁那边晃来晃去。而这间怪事也是我们学校学生心照不宣的秘密。大哥哥还跟我说，我以前住的这间寝室旁边就是204号房，以前发生过凶杀案。当初在盖宿舍的时候，有一位水泥工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惨死在我隔壁的寝室，也就是204号房。从那个时候开始，204号房就常常发生一些诡异的事情。在我还没有来到学校的时候，宿舍有很多的同学都会听到发生事情的204号房里面传出恐怖的哀嚎声，以及乒乒乓乓敲打柜子或者是床铺的声音。因为这间房间出过事死过人，所以根本不会有人住，因此学校当时是把它反锁起来。那为什么会发出这些奇怪的声音，也没有人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房间也是我们学校一个有名的传说，直到我进入这个学校之后才开放给同学住。我记得当时我一入学的时候，就有学长跟我们说，你们晚上如果要起来上厕所，尽量要有人陪同。一开始我是单纯觉得，因为我们是视障者，行动比较不方便，加上新生年纪又小，所以有人陪同会比较安全。后来才知道，学校里都会发生一些诡异又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所以学长才会提醒我们，晚上去厕所最好是结伴同行。而我们宿舍里面呢，有位同学因为不相信这些事，所以半夜起来多次去厕所方便，结果真的遭遇无法解释而且恐怖的事情。他说当天去厕所的时候，一进去就感觉前面有个人，因为视力不是很好，但是就是感觉到厕所里面有个人影。后来当他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没有人，原本不以为意，以为是自己看错了，或者是感觉错误。就在他离开厕所的时候，竟然有人在他的耳朵吹气，并且对他说，你在找我吗？故事说完了。我们的投稿者他说，关于这个学校的故事蛮多的，而他自己呢，也在这里遇到一些可怕的事情。由于内容比较长，所以我们分成2集来说。下一集的内容就是他自己遇到的亲身经历，真的很毛，所以也希望观众呢能锁定下集的故事哦。如果有灵异故事或者是可怕经验想要投稿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影片的说明栏里点击故事投稿的连结，或是寄到我的信箱 gn111000a gmail.com， 都能够将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哦。下星期五晚上9点，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如果有婚礼、尾牙、活动、商演等需求，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佳佳，我们下周见，拜拜。